赛车冲出赛道的那一刻，其实更有王一博说的赛道猛兽的实际感。刚刚的宁波国际赛车场，熟悉赛道练习赛的大风大雨，王一博的85号赛车因赛道积水太多打滑刹车失控，在草地原地转了5圈后撞到护栏，车头车尾都受损了。看到有些人因此嘲讽王一博的赛车，那真是没见识了。先不说雨天打滑本身在赛车运动中属于常见的情况，毕竟赛车是竞技场而非秀场，不确定性和搏一搏才是竞技体育的核心。且看过直播就知道，今天是练习场，选手们都在熟悉赛道情况，遭遇大雨没几分钟就有一辆车意外情况发生在无人在意的角落，漫步者的车也滑出去了，很客观的情况。但一些人在网上唧唧歪歪。不过王一博这边已经在复盘了，保持冷静，安全疾驰，风雨间积累与赛道博弈的经验。85号再出发，85车有事，人没事，那就多大事，大不了 one more try 呗。这不你看，第3场练习赛，王一博就驾驶备用车16号再次出发了。第一次来这个全新赛道练习热身的目的就是熟悉跑道、跑数据、试错、复盘再改进。对于他的赛车手职业生涯来说，雨天试车也是他适应赛道和车辆性能的重要一环。王一博没事，粉丝刷屏一会儿平安喜乐也没事了，更不需要外人来试了。毕竟王一博这样的人游过热带雨林的大河，高反应爬过雪山，从100米悬崖峭壁速降过，在沙漠沙丘里翻过车，把自己挂在冰川上岩壁上，望之前的追逐热爱，享受挑战，热烈的活着，上天入海归来。粉丝有了对比，赛道真算很安全的爱好了。明星本人不矫情也不爱叽歪，还把自己的粉丝都整出了一颗和他一样的强大的心脏和稳定的情绪状态。到困难和挫折挑战，拍拍身上的沙，累积经验与认知，不断调整优化，逆境之路看到未来，摔倒以后站得起来，这不就是体育精神 respect 吗？粉丝能做的也就把王一博平安喜乐、赛道加油打在公屏上吧。毕竟做最酷的粉丝，追最酷的盖，万物皆酷，一起便利精彩。你觉得呢？王一博赛车可谓是精彩纷呈，天空下起了雨，不妨碍摩托姐姐们的热情，一大早就前往现场为我们的王一博助威加油。如期而至的绿海应援从未缺席他的公开场合。而王一博呢，就是稳稳的开好自己的赛车就好。上午头场练车，很漂亮的拿下不俗的成绩，不愧是我们的85号赛车手。成绩不俗，虽然是练习赛，但是开车的稳定度还是一如往常。大漂亮素颜真的好喜欢，好干净，头戴棒球帽，身穿一件深蓝色卫衣，整个人好清爽。看王一博赛车就是爽。上午的练车，总的来说，王一博真是太稳了，强心脏加稳定的技术发挥，让他顺利完成上午的练车。宁波国际赛道整个场地实在是复杂，拐弯就有23个，头一次跑宁波赛道，一时真发车路线，弯道多，急弯多，坡度还大，再加上又是刚下过雨，赛道湿滑，几乎每播一会儿就会有车辆打滑、原地打转的情况发生，甚至还有车辆直接陷进沙地。而王一博并没有受多大影响，他是一步步稳扎稳打，头2圈熟悉赛道和适应轮胎，虽然也出现了一次重刹，但他也迅速反应做出调整，而且中途他还躲开了前车的打滑，到了第3圈他就开始发力，圈速也的确大幅提升。到了下午，揪心的一幕出现，雨下得很大，整个赛道出现积水，而王一博上场没多久就因为赛车压到积水打滑撞到护栏，所幸王一博没有事，看他淡定的走出来，死磕心放下来。而我们的摩托姐姐们看到后尖叫声响彻整个赛场，随后看到他人没事后，瞬间安静下来，此刻感受到赛车的刺激是一种什么感觉。体育竞技就是你惊心动魄，遇到这种天气开赛车确实挺难，速度要快，还要防止出现路况不明确的问题，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反而增加了赛车运动的悬念和刺激。不过很快王一博的备用车就已经就绪，而他们的战队也快速调整好，让比赛看起来更具有戏剧性。这次是赛前练习，就是方便大家熟悉赛道还有车子的状况，进而有更好的比赛成绩。而这种情况实属正常，对于拥有了稳定情绪的王一博而言影响不大。王一博是我们的骄傲，他真的太红了，关注的人太多，一举一动自然会被人无限放大。看到他的热搜排成排，看到他冲出赛道，多少人为之揪心，可是这才是热烈而精彩的人生。文化输出这块还得看王一博，大荧幕的几部电影几乎都做到在海外热映，这是真给内娱长脸了。还有谁不知道热烈要重映了？这么有意义的电影就应该多看几遍。重映消息一确定就登上热搜榜，果然好电影就是值得仔细反复欣赏。还记得热烈首次定档时，不仅在全国是热门影片，就算到海外也依然很受欢迎。热烈传出要在韩国上映的消息时，瞬间预约人数就超过200万，毕竟韩国总人口数也才5000多万，足以见得王一博的海外影响力有多大。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热烈还作为东京电影周展映作品成功走出国门，成为这次电影周展映中唯一被秒切的电影，热度高到在日本的中国粉丝都没能抢到票，不仅在日本火爆，在泰国更是一票难求，粉丝未买到首映票，即便黄牛把价格炒到28000泰铢一张也心甘情愿，而泰铢折合成人民币就是5000块钱一张票。而且在首映当天，主办方准备了容纳1000人的超大影厅，尽管如此依然场场座无虚席。太妃们对王一博那是真的喜欢，每次有新电影上映时，满大街都能看到应援大屏和应援海报。果然就算是在泰国，王一博也是顶流，主演的3部电影《热烈》、《无名》、《长空之王》
霸占泰国票房榜的前3名，其中无名拿下泰国近20年引进中国新片票房第1的成绩。但在电影输出这块，最让我们解气的还是王一博和尔导合作的无名。无名作为爱国题材的抗日电影，除了在北美、澳新、泰国和韩国等国家上映，并且收获到不错的口碑，之后又贴脸开大上映到小日子这里。重要的是，上映日期还定在东京审判纪念日这一天，这听着就很解气，更别说看到小日子看电影的画面以及观后感了。其实早在19年《陈情令》播出的时候，王一博和肖战就已经把中国文化输出海外，那时国潮文化火遍全国，更是火到东南亚的国家，很多外国人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兴趣。19年彻底爆红后，王一博不仅在国内打开知名度，稳坐顶流位置，国际影响力这块也是天花板的程度，真正实现全方位的爆。除了影视作品有着巨大影响力，时尚资源这块更是博帝的统治区。前往法国观看法网公开赛时，外国媒体对他争相报道，王一博就这么水灵灵地闯进体育圈赛道，带给内娱一点点震撼。毕竟见过明星登上时尚杂志，没想到有明星在体育圈也是万众瞩目的存在。勇闯天涯这4个字，只有王一博真的做到，能登上体育频道头条，也足以见得王一博的影响力有多大。确实，不然罗意威也不会单练5年才正式牵手成功。终于如愿以偿签下代言人后，罗意威要弥补这5年没能给到的宠爱，每次活动都给足王一博作为顶流巨星的牌面。在法国巴黎时装周看秀时，给他安排在身边的都是重量级大人物，身旁紧挨着罗意威的 CEO 和安威集团的顾问，一眼望去王一博就是中心位置。国外媒体对他的到来更是期待已久，在博帝下车的瞬间引起全场尖叫，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内娱参加活动，就是说这热度真不是吹出来的。前段时间去国外参加活动，3天3大奢的活动图榜热搜，碾压内娱，王一博成为首位横跨3大品牌出席时装周的亚洲艺人，这下还有谁不承认这是真顶流巨星的牌面？巴黎时装周的第1场，王一博作为 Locas 的全球代言人亮相，上身的是品牌未发布的秋季新装，看秀时座位更是安排在奥斯卡影帝的阿德里安·布劳迪身边。王一博参加第2场看秀活动是罗意威的，身上穿的更是全季首穿，慵懒感直接拉满，不开玩笑，只有王一博才能穿出这种帅感。第3场活动则是香奈儿的，王一博作为香奈儿的品牌形象大使，再次把香家的小香风风格穿出独有且精髓的感觉，这是真的香家贵公子。博帝在感觉和气质这块直接赢麻了，不是人怎么能帅到这种程度？王一博是怎么做到和不同品牌的适配度都这么高的？而这次的3大奢活动打破行业100年来遵循的竞业规则，王一博是全球首例，历史上首位跨越3个竞争集团最高态度的巨星，所有人都不敢想象的待遇，王一博一个人就实现了，这什么含金量不用多说。王一博不愧是真正的国际巨星，这才是真正的时尚宠，再次被博帝在海外的庞大人气狠狠震惊到，就是说粉上这个王一博也太爽了吧！想知道一个人彻底掌控自己的人生究竟能有多爽？看看王一博就知道了。王一博赛道上轰鸣，舞台上闪耀，时尚圈的宠儿，荧幕上的焦点，户外探险的勇者，他的人生仿佛在每个领域都游刃有余，却始终忠于自我。这种掌控感不是为所欲为的肤浅，而是实力的体现。他随心切换赛道，无论是摩托、跳舞还是演戏，都能做到专业级，因为他靠实力说话。王一博的清醒让人敬佩，在娱乐圈，他拒绝被流量反噬，不被资本裹挟，不迎合饭圈，不讨好资本，不表演人设。他有自己的原则，接戏有门槛，商业合作有选择，甚至在公司反对的情况下拍了探索心境。这种谁也别想替我决定的强势，才是他追求的高阶快感。面对质疑，王一博从不争辩，而是用实力说话。无名的眼神戏、热烈的街舞镜头，都是他用实力回应质疑的最好证明。这种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碾压感，比任何言语都锋利。他的松弛不是天生的，而是对生活的绝对掌控，不内耗，不纠结，不自我怀疑。他坦然接受挑战，享受奋斗的过程。王一博的人生就像一场无限游戏，他自己制定规则，自己享受过程。他的玩是职业车手级别的玩，是影帝候选级别的玩，是艺术家级别的玩。这种你们在卷，我在享受的心态，让他的人生充满了乐趣。他的掌控感是一种人生主权的彻底兑现，不浪费1秒在纠结上，不妥协1步在原则上，不辜负1点在热爱上。